各位朋友，大家周一的早上好，现在时间是2025年8月25日的早上，早安。来，大家好，早上好。其实今天除了我跟老王之外，我们今天还有第三位啊，这个第三位就是在我们身边的这个菊总菊同学。对，因为大家有反映说，昨天节目大概从12分钟起，我们就一直听到这个我们菊总的这个呼唤声音。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我们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真用了这个菊总的卧室啊，这个他非常着急，非常生气。而且这个信息是错的啊，实际上是从5分30秒左右，它就已经出现了。好，那么如果你是加入会员的话呢，提前1天的晚上，我就会把它给放出来啊。如果是正常的观众的话呢，就是在当天的早上会看到。今天啊，速速来说，我们有5条新闻呈现给大家，分别涉及到诈骗、新马两地的 CBTS、这个营运的车、范冰冰、地震，还有电子烟。那我们一条一条来啊。第一条呢是昨天的一条新闻，一个退休人员。他在网上呢进行投资活动，实际上呀被诈骗损失啊，猜猜看啊，超过多少？黄太你知道吗？我看了这条新闻，我觉得这位心痛啊！对啊，2.5个 million 是东马的梅里啊，商业犯罪部门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报案啊，有一个受害者多次向诈骗者提供多个银行账户的转账，总额达到了2.5个 million 嘛，250万令吉。哎呦，这个是好大一笔数额啊！实际最终报案的说261万啊，5000多，就有这么多。那么同时呢，我给大家一些背景资料啊，作为梳理。据我所知啊，像近年很多人因为有私营单位退休，他们手上有一笔闲钱，你说吧，这些老年人也不容易。有一些人呢，还没到正式退休养老，钱已经提前花完了，因为 ETF 可以拿嘛。而有一些呢，好不容易钱攒了这么多，却又被人骗走了，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社会问题啊。他们呢有很多伪造一些高回报的项目去诱骗这样的一些受害者持续的投资。6月份也有一个退休人员被骗了73万。8月份的还有一名退休人员被骗了9万多，都是用同样一个什么虚假的应用程序的脚本来欺骗的。其实这种好像在中国也不罕见啊，但我觉得诈骗真的是非常非常恶劣，往往是家破人亡啊。对。然后听到这些诈骗新闻，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对这些受害者施以同情的同时，好像也不能做什么其他的事。但是呢，我觉得最近我们观众群里面一位观众告诉我们的一个亲身经历，让我觉得作为一个旁观者，你也可以积极的在最后一环，可能是防止住这个钱的这个流失。怎么做呢？我把这个故事跟大家讲一下吧。我们这位热心的观众，他有一天去银行办事，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华人的另外的一位等待的顾客，就在电话里面不知道是在跟谁讲说，等一下向你转账的时候，我就会说你是我表弟，他们肯定会问的。那我们这个顾客，我们这个观众，他听到之后就警觉了嘛，他感觉好像大事不妙，可能这个大姐已经是被下蛊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我觉得非常聪明的举动，就是他离开了座位之后，悄悄的去角落跟银行的工作人员讲了一下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最后是由银行出面，应该是对这个旁边的这一位要合谋进行串供的这位老夫人，可能在转钱时候做了一些防备，因为他呢自己家里人也是有银行业的。就是给到他的建议是，发生这种情况，可能不应该是你直接去跟这个疑似受骗者正面的去指出，因为这时候可能银行会觉得你跟这个受害人可能是一伙的，其实会扰乱这个银行人员的一个救援行动。但是第二个呢，他也是讲到了说，其实在银行他在做这种大额转账的时候，最后一道会有 due diligence。察觉到异样，他们也有这个义务会去询问这个疑似受害者，所以大家可以相信银行来助这个受害者。
一臂之力，就是不要在手机上了。那我呢，是我们到大马第3年啊，总感觉身边听到诈骗，自己接过网上的电话的、短信的，哎呀，发邮件的，形形色色也变得越来越多。不知道您身边有过这样的案例吗？有没有听说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啊？我搜了一下数据，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局 PDRM， 实际上我还接到过一个邮件，就冒充 PDRM 啊，给我诈骗，然后呢，我去举报了，但是 PDRM 也没有理我。他们有个叫商业犯罪部门调查，2024年你知道吗？他们记录的诈骗案啊，35368起，占商业犯罪总数的84.5%，就说商业犯罪大部分都是诈骗来着的。哎呦，诈骗电话啊，比起2023年啊，多了82.81%。现在有将近300万通诈骗电话每年啊，那每天就是上千个电话拨出去都是诈骗的。2024年总损失16亿马币啊，较2023年增加了33%。还有报道称啊，整个2024年的损失，它报道一个更大的金额，另外一个叫 Scam Report，500多亿马币，占 GDP 的3%，都是诈骗来着的，这是多吓人！对啊。我也有听说过，就身边实打实在马来西亚受骗上当的这些朋友的，他有跟我分享过经验，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金额数字很大，你想去报警吧，这时候你还会碰到一些所谓的中间人跟你说，哎，你要交给我几千的这个费用，哎，我可以帮你把这个案子就是让警察来立案。就这个中介也是来路不明，他又能当中又可以赚一笔。在统计的诈骗类型当中啊，33.2%是电子商务诈骗，30%呢是电信诈骗，还有像这样的用于退休人员虚假 App 的叫无存在投资诈骗，15.6%，虚假贷款12.3%。哎呦，这个爱情诈骗呢是只有2.7%。那大家呢总是提高警惕啊，来多多分享。很快啊，因为我们5条新闻就进入第2条，看到图片，我想您已经知道了。对，消费者协会，也就是 CAP 这个组织呢，它要促进政府将电子烟视为毒品把它拉到很高的高度，然后把它给禁掉。而且事件梳理一下，8月22号呢，国会就在第13大马计划当中呢，就提出这个事情。议员提出说，电子烟掺杂毒品的问题要引发关注。卫生部呢就确认年底前要提交禁掉电子烟的备忘录。它对青年也有一些影响。王太对这条新闻做了一些 study 请他来跟大家做更多的介绍。就我觉得你可能是 AI 翻译里面它有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是昨天的那条新闻里面，它里面讲得很清楚，是它的内阁是会在年底提交一个 timetabled plan for banning 这个 vape， 也就是说，只不过在年底提交一个禁电子烟的这样的一个日程表，就是 step by step， 刚是说是一个到了年底，对，刚是说是一个备忘录嘛，不是说年底会禁，年底只是有一个计划而已。是这个计划里面就是只是一个时间表，还没有说会不会进，所以就是这个叫搜查了我research 了一下这个 Consumer 这个 Association of Penang， 这个特别有意思我以为这是一个政府机关，因为在中国类似的消费者协会就是一个 quasi government 这样的一个概念，没想到其实它是一个所谓的叫 grassroots 这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它是由民间自愿成立的，而且它整个覆盖的区域并不是仅仅在滨州，而是说所有的马来西亚全国，如果有一些消费者希望就是发声传达一些这个意思的话，都可以通过这个组织来。那么这个组织今天就是我们看到一个英文媒体上面对它进行了这个采访，这其中的一位主要的一个好像教育方面的这样一个官员，他就是出来，我认为是发出了一些诘问向政府发出了一些诘问。这个诘问他是提出了一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就是青少年还有这个女性使用电子烟的这个人数在往上的这个迅猛的提升，而且越来越常见，应该是显著高于传统的这个油烟那种香烟。在马来西亚整体就是抽传统烟的这个人数下降的情况下，刚刚说到的年轻人还有这些女性吸电子烟的人数是迅猛增长。那么这个里面他就发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是这些人群他吸这个电子烟，将来发生了死亡，是国家来赔偿吗？然后为什么我们国家不能够像新加坡这个样子那么决绝的去做出一个
全面禁止的这样的一个反馈，而是说通过要和电子烟界的这个从业者进行这个商谈的这种形式，去无限制的去慢慢的，好像没有一个章法的去推进。就我觉得这个我看了都有点低汗，没想到他能够这么直率、这么尖锐的提出这些问题啊。所以我想，如果我也看到一些这个留言，观众也是支持这个禁电子烟，也许可以去加入这个 CAP， 就是 Consumer Association of Vietnam， 可以跟他们去联系，让他们代为发声。本来它是一个产业嘛，那我觉得也有私人界的投资和竞争，但是现在看起来民意来说，大家好像包括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啊，都是对电子烟和它会带来对青少年会掺杂毒品的这些问题，都是持比较负面的看法，对吧？也代表了这个大马大家的一个普遍民意了。对，就是这位官员，这位 CAP 的官员，他就出来呼吁，表示说，这个电子烟的这个问题，成瘾问题，应该视同于尼古丁成瘾来进行面对。好，那我们来看到第3条新闻这个大家看到标题也就知道了哈，就是西加莫这个 Sagama， 我们上回旅行没有去这个地方，在柔佛州4.1级的地震引发居民恐慌，政府呢呼吁警惕，但目前是没有重大的损伤。那么是凌晨，其实是8月24日凌晨6点13分的时候，西加莫发生4.1级里氏的地震震中呢是位于西加莫以西5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但是居民是听到了巨响和短暂的震动持续3到5秒，震感还覆盖柔佛呢，还有森美兰、马六甲、彭亨南部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好像为什么我们在雪兰莪是没有的就可能还没到这么北就感受不到。那这个有意思的是同期其实当天有2个地震，所以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好像发生一些混淆，居然有一个2.8级的地震也是有的然后呢我就去了解了一下，那么这个地震就是我们就要了解，在这些自然灾害对大马的影响是不是很多？现在看起来呢，确实像大家讲的大马没有什么自然灾害真的不是很多。有一个呢，我看到，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会感同身受就是洪水这个问题，每年1到3月沙巴、沙拉月，像今年洪水这个受灾人就很多，今年影响了4555个人，有很多千的这个家庭，他们也受到影响，而且历年这个发生的频率是在增加的。你知道马来西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灾害是什么时候吗？是不是已经40-50年前了？倒不是是20年前，2004年这个印度洋的海啸，也就是那个苏门答腊海啸，当时68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和流离失所。9.1级的地震它引发的海啸，当时还波及到槟城、兰卡威，还有北部的一些海岸。那么这个正好也有观众朋友提醒我们这个地震，但愿就是确实没有什么人物的就是人的一些伤害这也是万幸。好，下来在第4条新闻带给大家的，还是我们昨天有报道的，马来西亚旅游巴士因为新加坡的打击非法跨境服务而受困。昨天我们已经讲了他们在打击，好像两地互相又在配合，怎么讲是受困呢？王太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闻发生的一些事实和你的一些评论？好的，因为今天这个文章是在这个 The Star 这张报纸上面，它有这样的一篇文章翻译成这个华文的话，就是说马来西亚的这个旅行社从业者他们购买了许多所谓的这个叫 MVP 我相信应该就是比较高档的休旅车我相信就是叫multi-purpose vehicle，就是那种滴滴的长长的，像 Alpha 那就比较常见嘛。但是他们现在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说，因为这些虽然他买了这个昂贵的，几乎是价值我看报道说是25万马币到58万马币左右的这样比较高档的休旅车，去从事这个所谓的叫门对门的这个私下里面的这个跨境运输的这个跨境运输嘛。当时就是在新加坡被查处，这个总数好像就近2年的总数将近有400家。有这么多，然后涉及被查扣的车辆应该是有100多辆。
那么这个旅行业的从业者现在目前碰到的一个困境就是他们在新加坡这边啊也交了这个罚款，但是呢迟迟他们的这个休旅车高档休旅车没有被返还，一直被处于没收的状态。那有一些这个旅行社的从业者已经在在新加坡雇佣了这个律师啊，去提起所谓的这些行政诉讼，但是也是失败了，并且他们上诉的权利都被这个新加坡的法庭给驳回了，所以他们处于这个投诉无门的这个状态当中。许多人这个买了车，其实现在还在供着这个车贷，但是车又不是不能够用，他们已经陷入了这个绝境之中，所以他们就是在最近这一两天是集会。希望这个马来西亚柔佛这边的政府能够帮忙从中进行这个斡旋。那补充一下这个受困的这些休旅车的数量大概在100辆左右。而网上呢有报道像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因为是便利，因为你很快社交媒体他们提供的车又很多这样的方式可以找到他们。很重要的是价格，它又低于合法的出租车，它单程就50马币。就能够运输了。那么 LTA 呢？新加坡的这个陆路运输局是从2022年就开始打击，但是最近加大力度了。好像现在眉目有一点清楚了，就是它使得新加坡那些合法司机的收入下降了30%。但是这些我们如果站在这些从业者在这2天的这个活动当中，他们就是提到，他们认为新加坡这边的审批的这个手就是非常的严格，就即便他们就是很积极的在事前事后都去向新加坡当局去申请这个车辆的通行准证，但始终都是被拒绝。他说反过来说，马来西亚政府批准新加坡车辆的这个跨国的这个运输都是很爽快的，所以这就单方面就造成了在这个市场上的这个点对点的这个 e-hailing service， 反倒是新加坡的车辆在唱主角，他们马来西亚的这个私营的旅行社没有办法从中分一杯羹，他们觉得也挺不公平的。所以看上去是不是说在维护一些新加坡的这些合法司机的经济利益也不知道，但是看上去蛮符合这个逻辑的。对，而且不但是造成了新加坡这边的这些私营车可能在其中可以分一杯羹，也其实滋生了两国那种假出租车。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伪装成这个正统的出租车，然后再从事这个偷偷摸摸的 e-hailing service。反正这里面问题还挺多，挺复杂的。希望他们用一些智慧更好的一些经济手段，就能使得大家都得益。这双方的司机和被运输的游客都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希望他们能够发挥他们的智慧吧。那么下来最后一条新闻其实是有一点点娱乐新闻，还是蛮轻松的。好，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范冰冰，这个大明星获得马六甲，注意叫荣誉拿督称号。有一些报道就比较简化的把它称为叫拿督，那显然对人会有一些误导，是吧？8月24日的时候呢，他获得马六甲的这个大督叫个欧马，是一个荣誉拿督。怎么回事呢？我们去年其实也就看到2024年的6月14日，范冰冰正式担任这个 Visit Malacca 2024旅游大使，访问马六甲并参与了推广活动。其实我们去马六甲旅行也看到这个墙上甚至有他的这个壁画，对吧？他这个报道呢援引了一些数据说你看他在 WeChat 带来3.2亿次的搜索，这视频的曝光量有15亿次实际呢他也做出了这个一些贡献。那我们来看看王太对这条新闻搜索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细节。他这次是周末抵达了马来西亚之后，他就接受了这个马六甲州的这个叫荣誉拿督叫 DPSM。那是因为他对马六甲的这个宣传旅游宣传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授予这样的一个殊荣的。那么他也是一些媒体报章他提到了说，之前有获得过类似殊荣的应该就是 Jackie Chan，还有一个叫沙鲁克汗，Shah Rukh Khan。OK， 对，所以说我觉得说
怎么说呢？我看到新闻报道里面，范冰冰她好像在活动现场听到大家马来西亚民众热烈的欢迎她，她一度流泪哽咽。然后包括在她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也发了文，说是 I'm back 之类的，或者甚至表达了说马来西亚是她的福地啊。我觉得我很能够理解她这种感受。我也是，因为尤其啊，你这个大家有听说过她这个7、8年前因为这个税务的事件给个人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们先抛开个人的道德，仅以一个人在事业上的受挫和他的这个像他讲的 I'm back， 这是多重意义上的这样来说，43岁的年纪啊，他上一次呢其实只拿了马六甲政府50万宣传预算中的16%，拿了7.9万而已啊，就从这样开始一步一步重新开始做，这好像还是一个励志故事来着啊。我觉得确实是挺励志的。我们只要想一下嘛，就是咱们中国所谓的叫劣迹艺人封杀嘛，他就是作为典型的劣迹艺人。可是你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个人即便他是犯了错，永远有机会，是不是他的这个所有的生路啊，他原先从事的工作都不能做了？这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不公平的，挺残忍的。就除了可能一些性犯罪，我们说是给他进行化学阉割啊，或者永远不能够再接触这个被侵害者，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你说这个税务上的罚款，范冰冰是交了罚金，而且是在这个规定的期限之内，也没有这个税务机关再去追究他的这个刑事责任，他在中国就从此没有办法去上各类的媒体，他原来的工作就不能够从事了，等于是痛打落水狗啊。所以我觉得他自己也很不容易啊。我是有关注了一下，其实他在中国被封杀了之后，他一直在积极的拓展海外市场，他走的这条路还是非常踏实的，去接触一些所谓小众的文艺片导演，海外的，他在韩国啊，在马来西亚都有去拍摄一些可能制作成本很小的这些文艺电影、独立电影。我认为这也是他非常有这个 resilience 的一个表现，也尝试了各种方法，对吧？对，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马来西亚的这个马六甲是他能够不计所谓打引号的前嫌啊，我认为向他敞开这个，向他抛弃这个橄榄枝，就是还是发挥他的这个特长，他的非常好的知名度以及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高雅的气质啊，来宣传。我认为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善意的一个表达，也是很聪明的一个投资。是，这是一个部分啊。当然，当地人啊，尤其是一些更加保守的势力，也会提到过他过去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劣迹啊，拿来说事。另外呢，大家也说，我记得去年就有看到媒体说，为什么不优先使用本地名人？其实当时我也是不理解的，是不是因为范冰冰啊到东南亚来发展了，然后你们就来考虑他？现在看起来，我们看到数据了，一个呢是50万撬动啊，这个中间个人只拿到16%。第二，你知道吗？像2024年啊，比起2023年，中国游客从20.48万增长到66.47万，增长了224%，就差不多是原先的3.2倍了。马六甲的年度游客达到1000万，你想大马今年目标3000万，其实只完成到2000万，马六甲就承担了1000万，所以它是人不多的一个地方，实际上是个旅游的重镇。但是好玩的是啊，你看，人多了2点几倍，但是预计收入呢增长个20%到30%。现在马六甲旅游收入10亿，应该还是不得了的，对吧？你要占了全国 GDP 的这个1000%几了，所以范冰冰贡献很大，只用了7.9万令吉来撬动这个，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高 ROI 的，哪怕马六甲政府以政府之名在 Facebook 投广告，投到50万全部投走，我相信也拿不到这么好的一个回报，所以现在来看真的是非常值得一个投资。对，而且我老实说，我是觉得马六甲的这个旅游局啊，或者说是他们的政府投这笔钱，就是请范冰冰，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深思熟虑去了解过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去马六甲之前，我不知道其实娘惹文化的发源地竟然是马六甲，而不是新加坡。那要知道娘惹啊，小娘惹这套剧集在中国，尤其是福建啊、广东啊、潮州啊这些地方，还真的是家喻户晓。我记得我们就是2年之前去中国的这个泉州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山村，那边就有这种
你租件娘惹服装给你拍照，是，对吧？所以这个娘惹文化在中国真的其实是很多，就是像比我在年轻的一些这个女性，她们对这个东西是很有这个怎么说好感的一种南洋风情。对，而且这个你看起来和旗袍也很像，确实用它作为马六甲的一个特色，撬动了这么多中国游客，给马六甲自己带来旅行收益，那是做得很好的。哎，那需要注意啊，这里的荣誉拿督我们也了解，它其实呢是给重大贡献的非公民或者是外籍人士，在经济、文化、旅游和社会领域做出的杰出成就。那这个称号呢是不附带公民，这个不像公民拿督这样其实是有一些权利和政治上的权利，它只是象征性的荣誉。通常呢是州元首，他们呢在重大庆典的时候，或者是州元首诞辰日呢去做嘉奖，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总体我认为啊是一个好事情啊。哎，是的，而且范冰冰她除了在马六甲做这样一个旅游推广，其实她在马来西亚也是她个人的一个化妆品的品牌Fan Beauty，她是来进行这个站台，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说是这个女性在重大挫折之后是很优雅的转身，然后重新开始。就是说我也衷心的佩服她，我真的非常非常佩服她。对，就是说43岁开始啊，重新再开始啊，这个还是这个确实是像你讲，那让人敬佩的啊。哎，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5条新闻，还是呢，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尝试。你有一些什么样的 comment 意见，或者你觉得这个形式好不好，来给我们一些评论啊，点赞、转发、打赏都是欢迎的。那么最好啊，来到我们的网站看一看啊，不收钱啊，看一看，来支持一下我们，谢谢大家。那我们明天再见。我想再感谢一下昨天影片下面给我们留言的3位观众，不好意思啊，其中有一位的名字我记不太清，可能请老王待会儿加一下字母。我记得是2位 Shirley 和另外一位，就是指出了我对这个马来文的这个错误的理解啊，就是花生马来文是对的，就是面粉跟花生还是差异很大。那豆沙饼确实加了很多花生啊。No， 有一位观众他讲得很对，他说就是说这个花生的这个用词，其实它能够指代所有的豆类。所以我们吃的豆沙饼那个后面的应该就是绿豆，可能跟花生也是同一个词儿。OK，原来是这样的，又真正的搞清楚了。是的，好，谢谢 Shirley 们。是另外一位。好，谢谢你们，好，请大家多多 comment， 好吧？这我们在路上听、上厕所听、睡前听都是很好的，发给大家，让大家一起来听。礼拜一上班听。好，拜拜，周怎么讲？就工作周愉快。对。